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很高兴呢跟大家见面啊。这一期的占卜呢，要为大家带来的占卜主题是来看一下11月你的运势情况。那么在连接11月运势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要跨越10月31号这一天呢，是我们的万圣节。所以呢，今天啊，我们去连接11月运势啊，我们来用一下这个万圣节的能量主题，通过去看万圣节它这一天的能量的节点，我们来预测一下你的11月究竟会过得怎样。所以啊，今天我们的占卜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有非常多关于万圣节主题的元素，包括我们今天用的牌卡，可能都会是有万圣节啊相关能量的一些画面啊，会出现在你的眼前。希望呢能够为大家带来最好的讯息，也希望呢能够在这一期的占卜当中呢，大家可以感受到这种万圣节的氛围啊。如果有喜欢万圣节的朋友呢，希望你们万圣节可以度过得非常的愉快。好了，那如果你对今天的占卜感兴趣，我们就直接来进入今天的有趣的选牌环节。那今天的选牌呢，和往期一样啊，我呢也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和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里面。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第3组。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第3组。好，第1副牌组的朋友，今天呢为你们用的这个占卜能量小物啊，这里是一个南瓜灯做的一个茶壶，然后我们的茶杯呢在这里，我来玩一下，这样子的哈。所以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是一个南瓜灯的茶壶，哈哈，看你们喜欢它吗？OK。这是第1副牌的朋友哈，南瓜灯茶壶。第2副的朋友呢，你们的这个占卜小物是一个女巫啊，这个是绿色脸的女巫婆婆啊，希望大家不要害怕啊，这个就是面具来的啊。好，女巫婆婆啊，这个是第2副牌的朋友，来放在这边。好。我们这个第2副牌的朋友啊，女巫婆婆。第3副牌的朋友呢，这个应该是小孩用来吓人的啊，这个是小鬼娃娃，大家可以看到吗？就是这个手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茶杯来的吧，应该是这样喝的啊，也是这个可以放在这个斗篷里面就喝嘛，这个是 mini size 的啊，就好玩嘛。好，这个是鬼头娃娃哈，吓人的，小孩子用来吓人的东西。好，我们把它放这里。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占卜小物，第1副牌的朋友，南瓜灯茶壶，茶杯在这里。第2组的牌的朋友，你们的占卜小物是女巫啊，女巫婆婆。然后第3副牌的朋友呢，你们这边的占卜小物今天是一个鬼头娃娃。OK， 好。那为了方便你们选牌哦，接下来呢，我还是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那让我们一起呢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11月我的运势如何？11月有哪些开心的、值得期待的好事会降临在我的生活呢？请宇宙给我指引，感恩宇宙给我建议。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副组牌
或者是哪一个能量小物啊，在当下呢有吸引到你，对应的是你11月份的运势情况。那由于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啊，有些朋友如果在选牌的时候呢，对应一张牌和另外一个占卜小物同时都有感应，那么我会建议你都听听看，因为呢有可能你的能量还有你的信息啊，确实是被分到了2副牌组当中。好，那如果呢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来看一下哦，11月份你的运势吧。那我们待会儿见。嗨，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1副牌的朋友啊。那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南瓜这个茶壶嘛？作为我们整个能量来说的话，这个茶壶南瓜灯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有点像主菜的感觉哈。那么这个南瓜里面呢也饱藏了非常多的讯息。如果在万圣节这一天呢会有事情的话，有可能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是操作棋局的人，因为所有的能量都是从这一杯茶开始。从这个能量当中我可以感应得到11月份啊，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是主角，你们是操纵或者是启发能量的人，你们有强大的引导力，你们可以去影响别人的心情，或者是影响他人的生活啊。你看这个茶壶，你倒一杯茶给别人，他们可能会怎样呢？啊，是开心吗？是难过吗？还是说昏迷呢？当然这个是一个比喻啊。所以说第1副牌的朋友啊，你们是我觉得是很主要的主角啊。11月份你是主角来的，你们抽到是这个南瓜灯的一个茶壶。好，你要沏茶给谁喝呢？你想让谁来到你的身边吗？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连接这个能量。好，放这里好了。OK，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开第1张牌。这边呢，第1副牌的朋友，我为你们抽到的能量啊，今天呢是一个金币3。金币3。我觉得11月份哦，对你来讲，可能需要你去多表达自己，需要你去更多的让别人看到你的作品啊，你做了很多的事情，你尝试了很多的事情，这些事情有没有让别人知道？无论是你为他人做的，还是说你为团队做的啊，感情当中的、工作里的、学业里的、家庭里的，你做了很多。南瓜3是我们的土元素，有的人看到了啊，我们这边有个小黑猫，他看到了，但是可能你想要就是说被关注的对象有没有看到你的努力呢？这个呢，我觉得是11月份你需要去考虑一下的。那么从这张牌里也可以看到吧，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在11月份的时候会有比较高一点的人气，因为我感觉到有人可能呢看到你的作品，或者是看到你前一段时间的努力啊，有可能他会想跟你一起做，帮你也好啊，跟你合作也好，还是说来夸赞你也好，你有这个能量。OK，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1张牌。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在我们继续去占卜你11月份能量的时候呢，首先让我们一起来为第1副牌的朋友做一个验证。我们一起来抽一下验证牌，看一下近期你的能量展现。好，我们来看一下，然后你可以感觉到这个能量是否是跟你的生活有对应啊？我们再来继续的往后看关于你的11月份的运势情况。让我们先来连接一下第1副牌的朋友啊，你们的能量是怎样的？好，感恩宇宙。OK， 看一下啊，哇，这牌有点多呀。好，看一下第1副牌的朋友啊，你的一个当下能量的状态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抽到的牌比较的多啊，一个呢可能有比较多的朋友啊，就是你们都来到了第1副牌这个牌组啊，你们的能量可能有的不太一样。有一部分的朋友呢，我觉得你们可能在这个生活当中吧，有比较多的能量啊，在你的生活里面，而不是说有一个非常 focus 集中的一个能量点。
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张牌呢是 influence， 这个是影响力。第二张牌呢是 curiosity， 这张牌讲的是好奇心。第三张牌讲的是 mischief， 这个就是有一点捉弄别人这个小恶作剧的感觉。这张牌跟我们的这个万圣节主题是非常呼应的啊。感觉到这个第一副牌的朋友，在你们的能量当中传递过来了这种power 力量，但是也传递过来了一种年轻小孩子般的这种精力和活力啊。这样子的能量让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吧。有能力的人呢，他有的时候能量可能会比较的严肃，但有的时候呢，可能他会让自己放松。那么这样子的人呢，可能就会魅力无穷了有的时候有些人在做事的时候非常的严肃给人的感觉就是他非常的认真，不能够去打扰他，也不敢去靠近他。但有的时候这种严肃认真的人可能会让自己有一段时间轻松下来，慢下来，把能量分给他周围的人们，无论是同事同学还是朋友、家人。这个时候他放松下来的一个状态能够给周围的人带来很多的，我觉得是活力关心还有快乐所以你们一定是影响别人的人我这边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其实是有很强的影响力的。我也能读到关于你的魅力指数非常的强。其实周围有很多的人，他们都非常的关注你，只是说他们可能有的时候不能够用语言，或者是用一种很主动的方式向你靠近，和你诉说。也许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在非常认真的非常关注注入你的一个强力的能量无论是在你的生活的哪一个部分，那么你的朋友，你周围的人是能够看到的，能够感应得到的，他们支持你，所以才不敢去打扰你。当下吧，我读到你的能量你有这种可以影响别人的力量，因为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你散发着一种光环，你散发着一种魅力，让别人呢觉得你很优秀，让别人觉得呢也很想来支持你，来挺你。当下你的能量当中也许你对于你周围的人开始有了兴趣，你对合作开始有了兴趣。这样子的能量让我看到，可能有一部分第一副牌的朋友，在11月份之前，其实你们是非常关注自我的，专心致志的投入自己的生活，自己关注的一个能量点。也许是你的工作，也许是你想去找一份工作，也许是你想去，比方说投入自己的学习，或者是你有一个课题，你有一个主题，你想去研究，你想去打造，你想去开拓这个市场和领域那么在11月份能量的到来时候呢，你会发现你自己更加多的开始去关注你周围的人了，你更加多的去关注你周围的环境了，你的能量会从我变成我们，对吧？从我变成我们。这边我还看到有一些朋友就是当你的能量开始有所转换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更加的主动。也许有一部分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其实呢是可以主动的，你们不怕主动，但是有的时候吧，当你去专心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去关注其他的人或者是周围的一些事情，你只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收回来给自己。但是我觉得11月份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多的开始跟外界构建更多的联系。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能量上，你看我们今天的第一张牌就是金币3嘛，这个南瓜3就是你是主角，你要搅动你的环境，你会搅动你周围人们的情绪，你将去影响别人，影响他人，那么相互能量的作用回过头来也会最后能量给到你这边，所以你在人气上在11月份会有一个加持。而你的作品也有可能在11月份的时候看到一个 OK， 我做了一段时间我在工作了一段时间，我看到了一定的成绩。也许它不是最终结束了那个篇章，但是你一定是能看到一些希望的。你可以看到的是别人给你的意见和回馈，从而你可以更加精湛的，或者是与人合作的把你的作品带大，把你的想法给带得更大，邀请更多的人跟你去讨论，或者是一起做。那么这个恶作剧的能量，我是觉得很多朋友第一组的，
在这个10月底跟11月份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有比较好的人缘关系、人际关系。这个恶作剧讲的是什么呢？就有的时候吧，我们是被动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是招惹别人，我们是去撩别人啊。这边我感觉到就是，要么呢就是有人来招惹你啊，就是来弄一下你，但是这个弄我觉得是善意的，是想来引起你对他的关注。要么呢，你就是去捞别人啊，你想让别人来关注你，因为我这边看到你是主角嘛，所以无论是什么形式啊，你都有可能去被影响或者是影响他们。那么你的人气、你的这种魅力指数、你的关注度一定是会能够得到非常高的一种提升的啊！我是看到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啊。好，所以说我们来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当下看到的一个能量信息。很多朋友当下应该是走在了一条比较正确的轨道之上啊，你们正在不断的去扩充，不断的去加强，不断的去加持自己的能量和影响力。那么11月份呢，你们将看到啊，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的一种爆棚，或者是新朋友的加入。你也会对新鲜事情或者是你的周围的环境啊，有了更加强烈的一种感觉。所以你一定是走出去，而不是往回走，收回来。这个是你能量的一种展现。好，那我们现在呢，具体来看一下啊，究竟这个11月份啊，你的能量会怎样的改变？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关于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们的能量，第一张牌呢是这个土元素2，关于你的11月份啊。第二张牌呢是命运之轮，第三张牌呢是土元素5。第四张牌呢是宝剑皇后。好，我感觉到11月份啊，对于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讲，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啊在等着你，也许是一个签约，也许是一个合同，也许是一个大型的合作啊，在11月份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个订单进来啊，又或者是说11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在等待着你。我们首先呢，先对应一下这个能量的改变，或者是能量的流动吧。其实我会觉得啊，第一副牌的朋友在前一段时间，你应该是比较多自己行动的。我觉得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正在一个刚刚开始不久的一个道路当中啊，你的一个新的能量点，其实它已经到来了，你现在已经走在了新的这个能量道路里面。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更多的是去，比方说摸索呀，去尝试呀。去探究啊，究竟这条道路要怎么走？这个道路当中有什么样子新的能量？有什么新的人？有什么样子新的事情？你可以去尝试，你可以去做。做了以后，你感觉好不好？你觉得是否是正确的？你觉得是否是自己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11月份呢，其实你就是在这个道路当中继续的向前摸索，继续的向前呢去感觉。首先呢，我看到啊，就是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会在11月份的时候呢，对于当下生命当中好几个能量点进行更多的尝试。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啊，在这个11月份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点它不是一个非常集中的感觉，它是一个全方面的发展，它是一个各个方面的兼顾。那么11月份的时候呢，你可能会继续这样兼顾下去，继续的去感觉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你在生命当中啊，去跟这些不同的人交流啊，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你觉得是很累吗？你觉得是很舒服吗？还是你觉得生活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精彩呢？我觉得这是你要在11月份去感受的一个状态。第二个能量呢，是在11月份的时候，你会经历一次好运的降临。这个好运的降临是什么呢？你可能会接到宇宙给你的一个惊喜，你可能会突然接到一个很好的机会。
也有可能是因为你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要在11月份的时候去，比方说签约呀，或者是说去接一个单子呀，或者是领一个什么项目和责任呢，那么你会发现这个命运的轮子为你而转动，你将看到的是当这个机遇来了，当这个好运降临在你面前，你要如何的把握。有一部分的朋友在11月份这个机会降临的时候，你心里可能会有一点忐忑，因为我看到了之后有一张牌是土元素5嘛，你可能有一点忐忑，或者是这个机遇它太大了，它比你想象的还要好，还要有挑战。那么宇宙相当于回馈给你的订单是比你之前以为的更好的、更大的。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也许有一部分的朋友会有一点担忧，自己一个人能不能吃得消 ？OK， 因为有的时候当这个能量它很大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合作的。一个人单枪匹马能做的东西是有限的，而人与人之间连接起来，组建团队或者大家一起去做，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极限就没有了，就破了。所以说我看到的能量是说，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会在11月份遇到一个非常好的，如同惊喜一般的，你的心愿成真，又或者是宇宙回应了你之前向宇宙下达的一个订单，它被显化出来了。而显化的结果这个显化的结果比你想象的要好。有一部分朋友呢，对这个显化的结果是非常好奇的，这是一个新的机会，或者是说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那么在这里，你可能会很想做，很想接，很想走进去看一看、瞧一瞧，哪怕你自己可能心里有忐忑，说我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搞定，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去驾驭这么大的、这么好的一个东西。但是呢，我看到有朋友就是说在这边还是非常想去把握的。所以呢，你们在11月份的时候我看到是要么你去求取别人的帮忙，要么呢你会用你的方式去吸引想跟你一起组建团队的人。这边有的朋友这个能量也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是说对应的话，比方说工作当中的订单，对吧？跟别人一起去做，跟别人一起去完成。这个项目来了，这个责任到了，或者是这个挑战降临了，怎么样去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去成就自己，或者是挑战自己的潜力。第二个呢是，如果你在工作当中，在学习里面你有一个很大型的项目到达你的这个学术领域，你一个人去做研究，可能时间不够，可能没有办法按时完成。那么怎么样通过跟你的同学跟你的这个队友一起去把这个项目给啃下来，或者是去完成这个课题，无论是去得奖也好，还是说去挑战一个比方说学术界的一个课题这边你们自己去对应一下。因为我是看到有一个很大的东西在11月份会降临在你的面前，它是你的订单，但是它显化的形式又跟你以为的不同，比你想象的更大，更加的比方说有难度，或者是更加的有挑战。那么相对应的，它的回馈、它的奖励、它的报酬可能也会更大。怎么样去抓住它呢？所以我看到非常强烈的第一副牌的朋友，11月份你需要去招人，吸引更多的人，吸引更多的团队，吸引更多的比方说想去跟你去一起挑战、一起尝试的队友和你一起做成这件事情。所以呢，11月份肯定是要去打开你的人际关系的一个月。11月份肯定要走出去，你的能量不能再一个人把自己关起来，或者是你在自己的这个办公室里做事，而是你要走出去，吸引有能力的人，吸引跟你理想一样的人，吸引跟你频率相同的人、相仿的人，来跟你把这件事情给拿下来，把这个单子给签下来，或者是把这个机遇抓住它。我看到这个能量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显化过程当中，所以既有前一段时间的尝试，前一段时间的努力，前一段时间向宇宙下的订单，它的能量的一种显化，同时也包括着一个变化。因为一旦这个机遇降临，你抓住了以后，你的方向就会改变，你的能量的重点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有一部分朋友如果当下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吧，你要是有
选择，比方说你既做 A 也做 B， 然后既在研究课题 A 也在研究课题 B， 或者是你既在尝试也在实验，那么11月份的时候这个机遇降临，你将不在两边犹豫，你也不用去两边都做，你的能量从11月份开始可能更加的有集中力。如果之前是散的，当下是散的，11月份之后，你的能量会更加的集中，你会更加明确你要走的一个方向，你会更加明确你要做的这个选择究竟是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吗？这个能量在不断的集中，不断的去扩大，不断的去升级，你在这样子的运势当中。所以说25号牌我们看到是 influence 也许你的心里也是想去有更多的建树，有更多的影响力，有更大的名声，对吧？那么11月份的时候，我觉得宇宙会回应你心中的这个召唤。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谕牌卡。我们来看一下11月份的你宇宙会为你带来什么？我们来看一下11月份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运势情况，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好，我们抽到的是星星星星的这个 Skulls， 他说的是无限的可能性。这个11月份我们充满了希望的一个月份对于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讲，11月份呢，你们抽到的是星星能量，它讲的是机遇，它讲的是可能，它讲的是无极限。所以我觉得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第一个呢，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向宇宙下的订单这个能量在11月份的时候是非常有机会被显化出来的。这个能量到达你的生活，你可能觉得比你想象的要好，比你想象的要大。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不要去退缩，不要去怀疑自己，更不要去怀疑这个宇宙是不是弄错了没有弄错。宇宙之所以给你这么好的机会，是因为宇宙能够感应得到你心里其实是可以承担的，你的能力是已经到达了的，你也已经准备好了。也许你还需要更多的一点资源，也许你还需要更多的人气，也许你还需要更多的一种合作来帮助你做成整个事情。但是呢，你要相信无限的可能。你想要去抓住这个机会，你需要的资源，你需要的信息，你需要的帮忙，都会陆陆续续的为你打开，都会陆陆续续的呈现在你的面前。所以只要你的心里充满着希望，只要你的心里对生活不要去放弃它，不要去迷失它，而是去相信它，信任它，那么宇宙呢，会为你带来所有你需要的东西。所以说当下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你的生活当下的这个运势是在不断的去扩大增强，并且从更加散的能量，我觉得是慢慢的往里收到一个更加有集中点的状态里，而你的生活也将越来越目标的明确，而你自己对于自己的认知定义和理解也会越来越清楚。我觉得很多朋友也许你们现在呢还需要去构建更加强的自信心，因为你们的能力其实是很好的，我也能够感觉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很扎实。你们也许呢之前会是自己做好好的去修自己，但是你们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的这个能量是会有转换的。宇宙当下呢就是在为你去调整这个转换，为你去更多的释放你自己的潜力和能力，让你更多的去认识到自己其实你是很强大的。不要去害怕权威，不要去害怕挑战，更不要去害怕如果自己有一天真的那么成功会怎么办？不会怎么办？你本来就属于那里，你要相信自己。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我们看到眼前的是机遇也好，是挑战也好，还是你梦寐以求的一些东西也好这个人降临在你面前，其实最终还是修炼自己的心，修炼自己的灵魂，修炼自己对自己的一种认知和理解。那么宇宙呢，就希望通过这样子的一种显化的方式来让你看到世间会有变化，别人会有好运，会有好的机会，你也会有。
而当这个能量降临的时候，你是怎样去面对，你是怎样去把握？宇宙希望你能够相信自己，宇宙希望你能够相信无限的可能。唯一能够限制我们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所以呢，对于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讲，这个运势是非常好的。但是呢，这个抓住这个运势点，抓住这些机遇，需要你自己的行动力，需要你自己对自己的一种认知和绝对的肯定。我们这里Skull of Stars， 好。我们现在呢，就是来做一个简单的对应我们首先呢，来对应一下关于第一副牌的朋友，11月份运势当中，你的情感运势是怎样的呢？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你的感情方面11月份你的感情方面会是如何的一个景象？哇，好运牌呀！这个是 Page of Cups， 这张牌是这样子的。首先呢是这样，感情方面有非常好的 offer 在等你。这个呢，我觉得跟你们的能量运势是紧密相连的，因为这张牌讲的是11月份呢，你会遇到喜欢你的人，你会遇到能够使你去打开心扉的新朋友。这张牌呢，对于单身的朋友来讲就是在讲，也许你会对某人产生一些比方说心动的感觉或者是那种一见钟情的能量虽然没有那么的强烈，但是11月份你招来的、你吸引来的这个缘分是比较好的。Page of Cups， 你可能会感觉到这种爱的能量，你感觉得到别人对你的善意，你也愿意去给予这个新遇到的朋友你的爱、你的善意。所以说11月份这个交朋友的运势非常好，你也会有机会遇到新朋友，遇到能够让你比方说感觉到挺舒服的人让你觉得很有趣的灵魂或者是让你觉得这个人不错值得深交这种感觉所以单身的朋友无论是这个人呢是跟你往感情路线走，还是说你们去交朋友，就是这个友情友谊那么这个能量都会让你觉得你的这个朋友圈你的这个人际关系是比较舒服的。你不是一个人是既有新朋友想来找你，也许你也很想去交新朋友是这样子的一个运势。那么如果呢，第一副牌的朋友你当下已经有你喜欢的人，你们也在一段感情关系当中的话，那么这张牌 Page of Cups 出现在你的能量当中说明什么呢？说明在11月份你们可能会遇到新鲜事情，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新鲜的事情来让你们觉得你们的感情又能够有新的能量的注入。可能是两个人又遇到了新朋友，或者是两个人又遇到了其他的一些人，让你们的关系呢非常的和谐，甚至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会发生在你们两个人的身边，在你们两个人的周围。我们常讲两个人的关系时间久了，就可能会有一点像老夫老妻，比较的无聊，比较的腻。但是这张牌出现呢，说明你们两个人在11月份感情的关系里不会有这种很腻很重的感觉。相反的，也许你们会发现这个人身上新的潜质、新的优点。对方看你呢，也许是从你的打扮方面你的能量方面你的生活状态方面看到了一个另外新的你。所以你们的关系呢，会有新的能量，会有新的发展、新的进展，更加值得你们去探索，也有新的主题能够让你们一起去讨论。那么情感的关系里面一定是轻松的，是愉快的，像好朋友一样可以开心的笑，一起去商量，一起去做决定。所以这张牌 Page of Cups 对应的是11月份你们的情感关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工作，还有你们的财富方面看一下工作跟财富对应在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运势里面。OK， Knight of Cups， Ten of Pentacles 逆位的。工作方面吧，我觉得有新的机遇工作方面一定有新的机遇。这个新的机遇呢，可能是新人，这个人呢跟你来合作我是觉得11月份工作方面可能真的是会遇到新同事新的合作对象或者是新的想来去跟你连接的人。哪怕这个人你认得，但是11月份这个人会为你主动，他想主动的跟你交流，
他想主动的跟你去讨论，他想主动的，比方说来跟你说，哎，你在做什么？我好感兴趣，你能不能跟我讲一讲啊？或者是说他觉得，哎，你做的好好哦，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能否向你取经呢？啊，这个人可能非常的谦虚，非常的带有好意，想来跟你啊，就是相互的更多的了解，加强更多的合作，甚至是两个人要签下一个更加大的订单。那么金币十当下虽然是一个逆位啊，我们刚才看到这张牌呢，在工作当中说明啊，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工作运势和财富运势啊，正在走向一个更加稳定的、更加富足的将来。也许这张牌当下还没有让你到达一个十全十美的状态，但是你已经走在正确的道路里。你现在的工作，你现在的这个财富运势，是把你带到一个更加丰盛的、更加有希望的未来和明天。这一条道路能够让你实现的是你的理想，你可能心中理想的那个数字，你心中理想的财富的状态，甚至是这一份金钱能够让你建造起一个稳定的家庭。这个家庭可以是一个人，但是你需要比方说一定的物质基础去帮你满足你需要的一个物质，或者是你需要的一个生活条件吧，对吧？所以说金币十代表着这条道路是非常好的，是能够为你带来巨大的财富的一条道路。Ten of Pentacles， 好，放在这里啊。好，我们单独的看一下学业啊，我们单独的看一下学业方面。好，学业方面 ，OK。学业方面啊，是这个 Page of Wands， 这个是权杖侍者啊。我觉得学业方面是这样子的吧，就有些朋友啊，在学习方面呢，11月啊，这边呢，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要加油了。为什么呢？可能在11月份啊，对于你的学业可能会出现一些诱惑吧。也许有朋友想拉你出去玩呀。或者是你自己不想看书了呀，你想出去跟别人相处啊，聊聊其他的事情啊，包括一些恶作剧的能量也在这边，说明11月份啊你很淘气的哟，又或者是说你周围有很淘气的人啊在拉你出去啊。但是呢，这张牌啊，作为宇宙的能量和运势当中吧，就是说，也许大家来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时期吧。11月份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在读书的朋友再加油一下，或者是再坚持一下。也许生活到了年底啊，有很多的邀约，有很多的这个应酬啊，你的心情也是很好的，想出去玩。但是呢，你在11月份的时候啊，不要忽略了学业，不要忽略了自己的这种读书啊，以及你原先制定好的计划。只要你能够按照计划去进行，那么我相信啊，最后的结果很快就会出现。这张牌在讲啊，其实好的消息离你很近。但是需要你在11月份的时候坚持一下，面对诱惑的邀约，面对诱惑的游戏，面对有点诱惑的这种玩乐，你需要去把学业安排好，读完书，做完作业，再出去玩。如果有一部分的朋友到了年底有一些考试在等你的话，那么就更要坚持到底了。你已经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啊，我们已经到了年底。这整个2023年，也许你都在这个能量里面去努力，到了关键时期不能够突然的离场啊。这张牌呢讲的是要坚持一下，因为这是一个逆位的牌，但同样呢，它也带来了好消息，好消息离你很近，好的成绩或者是离这个最后的那一下啊，已经很近了。11月份需要你们再坚持一下啊，这边啊读书的朋友辛苦了啊，你们要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可以解放了，好不好？好，最后呢，我们来抽一张补充信息，看看宇宙有什么样子的补充能量。哇，我们第一张牌呢讲的是希望，第二张牌呢我们有一个圣杯一。在补充的能量当中吧，宇宙说11月份啊是一个希望的月份，
11月份呢，其实你会看到很多的机会，有很多的这种柳暗花明吧。我觉得这边很多朋友柳暗花明，以及你在等待的一个显化，会在11月份的时候降临在你的面前，在你的心里可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在你的心里也许是之前压抑很久的，或者是期盼已久的那个新的开始，会在11月份得到一种显化和一种出现。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你们之前坚持了很久，等待了很久，那么11月份会是一个全新的月份。11月份呢，宇宙会让你看到的是，他没有忘了你你会看到奇迹，你会看到希望，你会看到无限的可能。他会在你生命当中，我觉得是展现感情当中有新的人，友谊当中有新的朋友，工作当中有新的机遇，所以很多新的能量会在11月份的时候为你打开。那么希望呢，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可以抓住机遇。OK， 如果当下你的状态不好，或者是有一点绝望的话，那么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11月份也许你就能够看到希望了。这些震动生命当中的起伏，在11月份的时候，命运之轮也会把你给带到一个更加好的状态里。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运势正在往上走。OK， 如果当下已经觉得有希望的朋友，那么11月份你将看到具体的显化和具体落在你眼前的一些合作案项目等等哦。好，行，看来这边呢，第一副牌的朋友没有什么太多的相关的其他的能量，宇宙在这边呢进一步的去肯定了我们刚才呢所连接到的一些信息。最后的一张牌呢，是来自宇宙的一个指引我们今天这个牌卡是最后一张抽，我们来看一下11月份对于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运势情况究竟是如何，究竟是怎样的感恩宇宙。来自宇宙给你的指引，感恩宇宙。好，我们看到了这个鸟巢当中有4颗这个鸟蛋它讲的是什么呢？他说希望就是一个行走的梦。哇，这个牌你看，第一副牌的朋友你发现了吗？我们今天抽到了希望抽到了好像3次还是4次呀。希望它是一个行走的梦。那么这边呢，我想告诉第一副牌的朋友生活需要你的信心生活当下需要你对它有信心，生活当下需要你去相信它，守住它。你心中想要去盛开的，你心中想要去孕育的新的可能和改变我觉得是在11月份会为你打开。你的梦不要轻易的放弃，没有人能够去为你的梦想坚持，没有人能够为你的梦想去买单，但是你可以做到，你要为你的自己的梦想去坚持到底。所有的人都可以不相信你的梦，但是你自己不可以不相信。你要成为坚守你的梦想的人，你要成为你梦想的战士和勇士，还有守护者。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醒来，每一天做事情，你都要满怀希望。宇宙说你的希望会变成现实，只要你相信它，宇宙就会和你一起把它变现出来。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为你们所连接关于你11月份的一个整体运势，我们从能量开始对应到了你生活的一个具体的部分，希望这些能量呢能够为第一副牌的朋友带来一些指引，也祝福所有第一副牌的朋友11月份祝你们好运。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2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女巫婆婆。好的，放在这里啦。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牌这个第2副牌的朋友呢，今天我为你们抽到的是这张 Hierophant。OK， 这个是大主教的能量这张牌非常明显跟学习有关。OK， 跟成长有关，或者是跟某个老师的关系在这个11月份呢，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能量点。那么既有可能是你们自己的学业，就是自己去学习，自己去成长，
自己去发展。也有一部分的能量呢，是你与老师之间的一些事情相关的。OK， 比方说要去一起调研，一起去 OK， 比方说导师啊，这个博士啊、研究生啊，这种老师带着学生去做课题。OK， 或者是你在生活当中有一个精神老师，或者是你的课业老师，跟你之间可能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因为这张牌呢，它直接对应的是有关于你个人的学业和发展啊，这个是你11月份能量的一个重点的 Hierophant。那么除此之外呢，还会有相关的一些活动、传统、礼仪，甚至是祖先的能量啊，也会在11月份的时候呢有所凸显。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关于第2副牌的朋友啊，抽到女巫婆婆的朋友，11月你的运势。那么进入到今天的占卜之前，首先呢，让我来为大家抽到来自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啊。我们呢首先来做一个简单的验证。我们来看一下第2副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的能量和信息，宇宙给出怎样的提点，帮助我们去看一下和连接一下第2副牌的朋友你当下的一个能量和显化。好，感恩宇宙。OK， 第2副牌的朋友啊，你们的能量信息，感恩宇宙。好 ，Illusion 这张牌呢讲的是一种幻境，是一种幻想，是一种假象。这张牌呢我看到是这样啊，当前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在人生的突破期，你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个想去前进的、突破的、挑战成功的一个主题，在你生命当下的能量是非常明显的。你在寻找一把钥匙去解锁你的人生，或者是你在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能量呢也非常有可能是跟你的学业有关，或者是你当下的一个个人突破，你想突破它，你想突破一种极限，你想突破别人给你的定义。那么现在呢，来自你的能量在告诉我啊，你非常想去寻找，你想去突破成功，但是呢，你忽略掉了一个重点，这个解药，这个钥匙，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离你很近，但是当下你没看到啊，你没看到，你苦苦挣扎，或者是苦苦的寻求，但是呢，你就是找不到，因为这个东西离你呢，好像很远，但却很近。你离成功很近，但当下呢有一个东西有点像是障碍了你的眼睛，或者是给了你一个误导，让你误以为 OK 很难，误以为很远，误以为很高。事实上啊，近在咫尺啊，这个解决一个问题或者是突破自我的一个方法近在咫尺，你离成功很近很近。可惜呢，当下有一个幻境，有一个误导在你生活的左右。所以有部分朋友当下我觉得你的状态啊，可能是有一点迷惑的，有一点就是摸不着方向的，又或者是说心里觉得其实自己肯定是可以成功的，但是呢眼前的现实，眼前的现状呢却让你看不到出口，又或者是让你觉得有一点好像有一个什么事情，有一个什么现实，有一个数据摆在你的眼前，告诉你啊，你肯定不行啊，或者是这个你不成功啊，或者是这个东西它搞不定啊。但事实上啊，千万不要被这个数据或者是这个所谓的现实打击自己了。我觉得当下其实很多朋友你们没有被这个信息打击啊，无论这个误导是来自于数据，还是某人给你错误的信息提示，我觉得当下的你呢不服输，不服这个所谓的现状，你在可能内心非常的咆哮啊，你可能想我一定要过去，我一定要突破，我一定要拿到这个成绩单、毕业证，我一定要拿到这个所谓的通行证啊，因为你知道拿到这个东西，突破当前的这个阻碍，或者是像门槛一样的东西，你就有无限的可能了。那么这个所谓门槛之外的天空，是你们想到达的目的地，是你们想去的一个方向。这个东西在你的心里，我觉得是非常清楚的。而你们当下呢，其实已经到达了这个门槛的门口啊。你在门口盘旋，你没有进去，因为当下的这个门呢，
啊，它是一个幻境。大家想一想，有的时候啊，那个门啊，它不是就是一扇门，看得好清楚啊，然后就进去了。有的时候这个门呢，会隐藏在某个地方，看起来好像没有门，其实它就是门啊，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啊。所以当下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如果你们咆哮，如果你们挣扎，如果你们不服输，如果你们不信邪，这个是对的啊，这个是对的，因为我看到来自你的能量信息啊，宇宙当下的指引是钥匙就在你的眼前啊，钥匙就在你的眼前，这个所谓的门槛，这个所谓的结界，其实它是一个假的，你勇敢的往前走，你就过去了。啊，勇敢的往前走，你就过去了。不要被所谓眼前的现状、现实、数据，或者是别人给你的误导，而影响了你的判断和决策力，好吗 ？Illusion 24号牌 ，OK。好，这个呢是我们当下读到的一个信息啊，大家看看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能量跟你现在呢是联系紧密的，好不好？现在呢我们来看的是11月份运势，我们来做一个预测。好，我们来抽牌啊。11月份你的运势是怎样的呢？感恩宇宙。所以你看第二副牌的朋友很有意思啊。今天你选的小巫是这个女巫婆婆。如果这个女巫婆婆呢是一个恶婆婆的话，那么当前女巫呢对你施了魔法，她把你眼前的一个现状施了魔法，让你误以为很糟糕，让你误以为过去不了，让你误以为好像自己不行，但事实上是假象。那么当前呢，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选择了 Hierophant， 你们要通过自己的成长，以及你们对高我、对自我内心的一种认可，去学习、去突破。那么你们心中的答案将把你们带到新的领域，你们心中的这个所谓的坚信，能够使你们突破当前的现状。所以呢，在你的生命当中，既有可能有一些迷障你的、误导你的人，也有能够真正帮你的、能够助你的人啊。现在你的这个周围的人很关键啊，你们一定要看清楚了，谁是为你好，谁呢可能是不想你好，或者是嫉妒你，或者是想把你拖下水的人，你一定要分清楚了。那么对你好的人说的话未必好听，想拖你下水的人也许会说很甜蜜的话语。所以当下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现在的环境啊，有太多的迷障，有太多的障眼法，有太多所谓的那种隐晦的东西，你们一定要很清楚的判断哦，啊，不要被表面的迹象所迷惑。OK， 这个是我想补充给大家的一个讯息哈。好，我们来看一下11月你的运势，感恩。好的，我们这里有一个权杖1的逆位，有一个愚人的正位啊，这个牌很好的啊。OK， 这个能量非常好的，就是一个挑战了啊，最后的临门一脚，但是你们能够突破成功。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11月份你的运势怎样呢？感恩宇宙。好，圣杯4的逆位。宝剑4的正位 ，interesting 啊，今天这个能量挺有意思的，一逆一正啊，而且这个能量还非常的同步，好，最后一张牌，哦，土元素4，好，很多很多的4号牌啊 ，OK。很多很多的4号，我觉得当下吧，应该是突破和晋升期。OK， 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现在是突破和晋升期，你们在寻找一种稳定，而这个稳定呢，带给你们的是一种突破，是一种升级。OK， 是一种升级，你们要来到一个更加高版本的自己，然后呢，在一个更好的状态里稳定下来。所以当前你的生活是有一点变动的。有一些动荡的，这个非常的正常啊，非常非常的正常。而且当前我觉得你的精神力量，就是你的思想，还有你的这种所谓的相信什么，
或者是不相信什么，现在不是很稳定。因为你们当下所经历的，就是让你们去进一步的了解自己，进一步的去了解自己的认知，进一步的去了解自己所谓的判断力，进一步的去了解自己的内心究竟是什么样子。OK， 只有你对自己判断清楚，你就能够对周围的这个所谓的幻境啊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所谓的这个突破，又或者是重要的抉择，将会轻而易举，或者是很明了的展现在你的眼前。那么当下呢，我看到在11月份第2副牌的朋友，你将有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在等你。这个机遇呢，在刚开始的时候呈现在你的眼前，可能你会觉得好像错过，或者是你觉得好像拿不到，又或者是觉得自己好像够不着，你觉得好像跟这个机会几乎是擦肩而过了。所以这个机会呢，它呈现在你的眼前，你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呢，它又会有一种好像拿不到、够不着的方式也就是机会跟挑战并存。你可能心里又激动又失望，激动的是这个机会是你想要的，激动的是这个新的开始是你梦寐以求的，但是你失望的是什么呢？失望的是这个机会可能会伴随很高的一种难度跟挑战，让你觉得办不到，让你觉得好像自己不够厉害，又或者是觉得好像有一些条件自己不符合。那么这个能量呢，它稍纵即逝，因为我看到的是宇宙呢告诉你这个挑战，也是为了让你去用自己的智慧，用你的比方说你的周围环境就是这个真正能帮你的这个贵人吧，助你一把。那么无论是通过自己的一种突破打开你的智慧，还是说通过有一个人的帮忙，我都看到了你成功的过关了。OK， 你成功的过关，因为在11月份你来到了愚人牌这个位置。也许呢，这个突破和这个挑战，它的这种力量是，如果你想抓住这个机会，你要舍弃一些东西，可能舍弃的是自己的安全港湾，可能舍弃的是自己原来的一种想法，可能舍弃的是自己之前一直很想抓住的一种稳定那么我都看到了第2副牌的朋友，你在不顾一切的往前走，因为这条道路是你真的很想过去的一个门槛，而这个门槛在11月份的时候呢，会被你成功的突破。也许有人会笑你傻，也许有人会笑你不值得，甚至有人会笑你就是说为何会做出如此的选择，但是只有你自己的心里知道，你对这个决定义无反顾。我看到了你打破了这个幻境，我看到了你真正的在取舍之间选择了自己内心真正向往的未来和明天。无论别人怎么说，无论当下的这个女巫婆婆这个能量也许是你的一些朋友或者是不想让你成功的人或者是当下可能会给你烟雾弹的，给你这种误导的人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去阻碍你走向一条真正属于你的道路。那么愚人牌说明你成功的走上了这个路，你跨越这个门槛，你拿到这个通行证，你找到了解决当下问题的方法，这个钥匙在你的手里，在11月份的时候你将拿到它。 OK， 我这边也看到了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更加像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在等你，所以11月份的时候你也有可能参加一个仪式，也许是入职仪式，也许是这个学校开学的仪式，也有可能是你在跟 OK， 我这边看到有一些仪式祭奠祭奠仪式的 Fool 我看到一些仪式，这个仪式对于你来讲，它其实也是一种内心的所谓的认同吧，对过去的一个能量说再见，并且去全新的打开新的可能性。The Fool， 也许你还会伴随着比方说跟过去的一些人就是做告别因为你马上就要去走新的路OK， 可能会有这种能量也出现The Fool， 我看到你在非常非常认同吧，或者是坚定的吧往前走，因为你知道这条道路是真的很属于你的，别人可能未必知道你心里未来的打算，别人可能未必知道你未来想要去比方说到达的高度，所以他们可能会给你烟雾弹，你也不怪他们。我这边没有看到任何不好的能量，我只是觉得你在非常坚定的选择自己，
OK， 这个是 the Fool。然后呢，到了11月下旬啊，它的能量会有一点不同。当你开始去选择或者是打开一个新的能量以后呢，我们这边看到了圣杯四，看到了宝剑四，看到了金币四，3张牌都是4号牌。那么这个能量它过渡到了你新一个阶段的稳定，你在新一个阶段的稳定啊，去让自己安定下来，有点像是那个 settle down 啊。所以这边有没有朋友在11月份的时候，跟这个住宅呀、跟这个工作环境呢，跟这个学习的环境呢，有这种 location 啊，物理距离、物理地点的一种改变呢？我想这个能量可能会伴随你能量的变化，也发生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首先呢有一个圣杯四啊，这张牌呢当前是一个逆位的，这个牌呢其实我会觉得跟你的人际关系有关，在你的生命当前的能量里啊，有女巫，有导师，有好人，有坏人，有真心为你好帮你的，也有想误导你把你拖下水的。那么这张圣杯四的逆位呢，我看到是你对于周围的人的目的和动机会分析得非常清楚，还有准确。当你来到了这个机会的面前，周围的人给你的信息、给你的资源，还是给你误导，将直接让你判断出他们是敌还是友。无论他跟你的关系如何，你都知道这个人究竟是支持你梦想，还是说他不支持你的梦想。在圣杯四这个地方呢，其实看到的是你会对有一个人非常感兴趣，这个人有可能他之前呢一直在帮你，一直在劝说你，一直在比方说用他的方式啊，给你很多的暗示啊，或者是提点。也许你之前并没有对这个人非常的，就是说回应的很好，甚至还误解了他。但是呢，到了11月份，这个事情的到临还有这个机会的来临吧，我看到你其实对这个人呢有了新的认识，你对这个人呢有了新的了解，你对这个人呢也有了新的判断。所以在11月份的时候，你跟某一个人的关系啊会得到一种缓解，又或者是一种加强或者是改变了跟这个人的一种关系状态，它是往一个更加相互对等回应的方式去发展。11月份之前比较像是单相思当然这个不是感情了，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生活里的，可能这个人是单方面的在对你好，或者是关心你、劝说你，也许你并没有真的听进去。那11月份的时候呢，你可能会真正的意识到这个人的能量是很好的，他给你的建议是可取的这个人跟其他的人是不一样的你分得很清楚。那么随着这个机遇和挑战的到来呢，你也同样的对另外的一部分人有了新的认识。这一部分人呢，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人是完全相反的能量。之前呢，你会觉得这些人是为你好，你觉得这些人呢对你很有帮助他们呢可能是真正关心你的朋友，你也把他们当做你的知心好朋友。但是呢，当这个挑战跟机遇到来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想帮你，而是他们动机里含杂着自己的私利，他们是有目的的，他们有自己的一些能量和利益跟你交涉在中间，他们其实更多的是想自己的利益和自己想得到的东西。那么当这个能量到来以后你看到的是他们其实可能未必是你之前想象的那么的友善，而你的内心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呢有一点小小的受到伤害。它不是一种很大的刺痛，而是说你可能有一点失望，你对他们曾经的真诚，你对他们曾经的一种信赖，可能在11月份的时候有所崩塌。那么你就需要在11月份的时候做一个自我疗愈了。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呢来来走走来了又走了，来了又走了。有些人呢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不好，但是后来却发现其实这才是真正我们的贵人。有的人呢刚开始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哇，这是我们一生一世难得遇到的知己，时间久了才发现原来这个所谓的知己可能只是因为他自己可以在我们这里得到好处而已。那么这也是一个人成长要面对的，或者是说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课题。我们会遇到不同的人，我们也会在不同的人与人交往当中学习成长，
更加了解自己的同时，也更加的明白怎么样去友善的面对这个世界，但是呢，也要保护好自己。所以呢，最后一张牌我们看到的是土元素4。当你把你的情绪、你的思想、你的想法调整到位以后，那么你会得到一种成长，你会得到一种新的感悟。这个时候的你将安定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金币4的逆位。在新的道路当中，你已经得到了你心中所求，你的心愿已经达到了实现，所以呢，对于一些事情啊，你就不用再那么的计较，你也能够放开他们的手，来到自己新的领域，自己真正想要去安定下来的地方，去好好的关注自己当下的生活。你的价值观在11月份的时候呢，会非常的安定，你对于整个周围的判断是如此的准确，而且呢是非常的清楚。那么在土元素4张牌里，对应的是10月底到年底的能量我觉得很多朋友将非常的安定这个安定在于说，你对自己接下来选好的生活环境非常的喜欢，你对自己接下来所选的这条道路非常的坚定，你对自己接下来要形成的一种生活习惯也是非常非常认同的。也许你会给自己制定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作息，那么你会坚持下去，你会保持下去，因为你正在走向一条稳定的路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之前的这个震动以及这个所谓的门槛，它已经到达了你前段周期的一个尾声。11月份呢是一个过渡，也是一个打开新的能量的一个月份。愚人牌，你将开始认同这条道路，你将开始走上这条你选择的新的方向。在这里呢，你更多的是保护你的所有，保护你的所得，不再去我们所谓的挣扎，也不用再去所谓的求得，而是去真正的跟自己当下已经选好的朋友、选好的道路、选好的方向做一个连结，在这里停下来，稳定下来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土元素4的能量。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对于11月份的一个能量的分析就到这里了。现在呢，我们来继续看一张神谕牌卡，看看11月份宇宙有什么样子的提点给你。等一会儿呢，我们还会来做具体的有关于工作、学业和感情相关的一个预测那我们首先呢，来看一张神谕牌，看一下11月份宇宙有什么样子的提点给你好，这张牌呢，我们抽到的是死亡。这张牌是在讲什么呢？这张牌就是在我们刚才连接的离开这个幻境，走向新的道路能量里面。这张死亡牌讲的是迈向一个全新的周期，新的周期的到来伴随着旧的周期的离去。那么旧的周期在你的11月份能量当中会有一个彻底的打破的能量。只有打破了过去的自己，离开了过去的一种幻境，或者是彻底离开过去的这些人给你的一种影响，或者是误导，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打开属于自己的天地。在你的新的世界里，在你新的领域里，你将建立一种平衡稳定。同时呢，在这个地方宇宙说你将拥有的是无限可能，新的周期、新的循环在11月份将为你打开。有很多很多的4的能量出现了3次，也就是说你心中所追寻的稳定将在11月份真正的走上这条道路。我们看这张鹅这个鹅其实它是一个很有灵性的一个鹅体它呢应该也算是死神的信使了。在这个鹅的出现呢，它伴随着一种我们所谓的转型，它带有所谓的一种穿越，因为来到新的能量的地点就存在一种穿越。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当下的能量就是在穿越的过程里。那么在穿越的过程当中，也许你会遇到一个瓶颈，你会遇到一个所谓的门槛，就像我刚才看到幻境。这个幻境呢，也许你在里面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摸不着头脑，摸不着方向。但是呢，出现了这个死神的一个信使，它就像一个指引者，为你点开一束光为你指引一个方向，把你从这个突破的幻境里带出来，并且带你去穿越，来到一个新的世界。
那么11月份对于你来讲就是突破结界，就是打破幻境，就是去识别什么是误导，什么才是真正的指引和导向。这张牌的 Death，好。所以呢，这个10月份啊，对于当下第2副牌的朋友来讲啊，可能就是这个把这个女巫给抓出来的月份吧。啊，这个女巫可能在你的生活里有一段时间了，你需要去识别这个人的嘴脸啊，你需要去弄清楚这个人给你的误导，那并且呢，去找到自己的魔法棒。我觉得是找到自己的魔法棒。好，先来看一下工作。工作方面，11月份你的能量指引，感恩宇宙。隐士牌的逆位。工作方面呢，11月份不是一个人去学习，一个人去工作的感觉。11月份呢，伴随着离开自己一个人钻研的能量，你需要走出来，你需要跟人有更多的交流，你需要去向别人讨教，向别人学习。因为我看到了 Hierophant，11月份有助你的贵人出现，11月份更加适合去合作共赢。因为我们看到在隐士牌的后方有一张金币3，这张牌是在讲啊，你需要把你的天赋告诉别人，你需要把你的成绩告诉别人，你需要把自己的进展告诉别人，你需要把自己的问题告诉别人。在11月份工作当中，既有你教别人的部分，也有你去向别人取经的部分。所以11月份的时候呢，在工作当中啊，需要这个第2副牌的朋友更加多的去与人合作。当然了，你也需要在工作当中看到谁可能是误导你 ，OK， 谁可能是想去把你带到另外一种方向，错误的引导你，谁才是真正的对你好，谁才是真正的想跟你一起去建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你需要识别这个能量。但是一个人去做可能不太行，躲起来逃避这个巫婆也不行，你需要去勇敢的面对这个巫婆，并且找到能够跟你在一起去帮你或者是突破这个巫婆给你的限制的一些队友、导师、贵人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逃避这个不好的能量，也没有办法去跟这个巫婆我们所谓的躲起来不让他发现。就算我们不去找事情，他会来找我们麻烦哦。所以我们需要去勇敢面对，让这个巫婆再也不敢靠近你，并且让自己走向一个更加稳定的地方，跟他划清界限，让他知道你的原则跟底线，并且跟真正跟你有连接的人去创造，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他将不再对你存在任何的干扰和影响，你也将在11月份的时候彻底的看清楚这个巫婆她是谁，好不好？这边是我看到这个能量啊 ，OK。感情当中，哇，感情里很厉害耶！感情里我们看到了恋人牌，还有权杖国王啊。这个牌呢，在告诉我有一部分的朋友感情里第一个能量，你有可能呢在2个人当中选择出你的王子或者是你的公主。也许当下你有2个恋人，也许当下你有2个情人，也许当下你有2个潜在发展对象。你不知道谁才是你的天命，你不知道谁才是真正该选的，真正陪你的那个对的人。11月份你将做出这个选择，11月份你将真正的看到自己的内心属于谁，自己的未来应该跟谁在一起。所以当你看清楚这个人，看清楚这个未来，你将非常的幸福。11月份有一部分的朋友，也许在你的感情当中会有一个重大的活动，有可能是婚礼，有可能是订婚。我看到了你跟一个爱人是非常高调的承诺，高调的在一起，并且有仪式和典礼、庆典在你的能量当中。所以有一部分的朋友也许会选择在11月份的时候去筹办婚礼，筹办订婚，或者是筹办跟某人的表白。
那么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其实我会觉得单身的朋友11月份你的能量很好。如果你11月份的时候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这个人他跟你的缘分的连结是很棒的。这个人出现在你的面前，有可能是你的有正缘能量的出现啊。当然这个正缘呢，大家还是要去多相处啊。我们在感情当中，就算遇到正缘，也需要去相处和相互的了解，去认定他真的是否是我们的正缘。那么在这个能量的读取当中，我有看到这个正缘驾到的能量哈。单身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看看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偶遇呢？好，感情当中那么如果感情当中呢，你跟某人的关系是很稳定的，那么我看到的是你跟他的爱在11月份的时候是非常牢固的，你们两个人的爱情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你们知道两个人在一起是为了什么，你们知道两个人每天努力是为了什么，所以11月份你们的感情如胶似漆，非常的稳定，也非常的热烈。所以感情方面好像没有问题，感情方面非常好。第二副牌的朋友，好，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方面，宇宙想要在这里给你提点、补充讯息有没有？我们来看一看宇宙怎么说。好，我刚才看到这张牌是这个权杖10。好的，补充讯息是这样子的啊，宇宙说11月份的时候呢，注意解压，注意生活工作的调节，注意生活和学业方面的一种调节。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很忙碌，有的时候呢也非常的有压力有责任责任也很多，事情也很多，年底了大家都变得比较的忙碌。那么宇宙在说11月份的时候呢，就算你很忙碌，也不要忘记了自己生活里随时要给自己一些释放压力的方法，冥想接近自然晚上的时候看一看美好的月光和数一数这个天上的星星跟自己的小宠物和爱的人做一些情感的交流让自己可以轻松一点。那么在这个身体方面、健康方面呢，也需要大家多多的注意，小心上火小心上火。这个吃饭选择这个餐饮的时候呢我觉得是尽量选择一些比较清淡的口味吧，可能会有助于你。我们这边是一张权杖10。那么最后一个能量呢，也是有关于学业方面的吧。11月份的时候呢，有助于你去报名新的课程。11月份一些新的课程可能是很好的课程，或者是新的一些学习的机会吧，有可能会来到你的面前。如果这边有朋友想去提升自己，想去进一步的向某人学习的话，那么11月份你是有很好的这个学习契机的，在你的能量里面有所展现。这个学习的契机能够使你的生活朝向一个更加稳定、更加是你喜欢的方式吧，那种方向去展现。所以11月份如果有学习的机会，请大家去把握我们在讲人呢是活到老学到老，当你自己提升了以后，你将发现你会拥有更多的自由，你也会遇见更多的选择和机会。好，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塔罗牌的一个预测。那我们的最后一张牌呢，其实又回到了我们之前月运势的第一张牌这张牌呢是在讲11月份呢，宇宙要给你的一句话。宇宙有什么样子的话语想送给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们来听听看。好，我抽到的是一张青蛙青蛙王子。好，看一下。他说，在大自然当中，所有的事情一定会存在非常 marvelous， 就是奇幻的有奇幻的事情。好，这张牌呢，其实它是讲什么呢？就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事情，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人。那在这么众多的大自然当中，在我们遇到的众多的人事物里面啊，我们是有机会遇到奇迹的。奇幻是什么？就是在你的不经意当中看到了一个可爱的突然的转变。你可以想象青蛙变成王子吗？你可能想象不到。但是呢，在我们的经典故事当中，青蛙就有可能是王子，对不对？同样的，在我们的生活里，如果当下有一部分的朋友对于这个幻境觉得是无解的，你觉得真的很头痛，不知道怎么样去突破它，抓到你眼中的这个钥匙，去拿到这个解决的方案，宇宙说你不要担心，你只需要去相信，你一定能够遇到它。你把自己当下能做的事情做好，宇宙会派一个青蛙王子啊，他会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王子，他会自己让自己变出来，让你看到。所以呢，只要你相信，你一定能够找到，你一定能够遇到他。那么宇宙呢，将用它最奇幻的方式，帮助你得到你心中的所愿和所想。所以呢，当下啊，我觉得在11月份当中，宇宙仿佛又为你增加了一笔神奇的色彩。第二副牌的朋友啊，不要去犹豫，不要去慌张，更不要去焦虑，把自己眼前的事情做好。但是呢，也需要去提升自己的智慧，也需要去加强自己的学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一步一步的生活里面，宇宙呢将为你幻化出一个奇迹。宇宙呢会帮助你跨越这个结界，进入到新的、更好的、稳定的一个生活里。好了，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占卜的所有的一个能量啊，希望这些讯息呢能够帮到第二副牌的朋友，也祝福所有第二副牌的朋友万圣节快乐。那11月份呢，祝你们好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是这个鬼脸娃娃 ，OK， 那我们把它先放在这一边 ，OK。今天呢，我们要来帮第3组牌的朋友来看的呢，是你的11月份运势情况。首先呢，让我们来揭开提前为你们抽到的一张塔罗牌。OK， 这个是小鬼3。小鬼呢，在这个Halloween 塔罗里面啊，它代表的是水象元素。所以呢，我们第3组牌的朋友啊，11月运势里，你有3个小圣杯等着你啊。这个3个圣杯代表着快乐 ，OK， 庆祝。代表着你跟朋友之间，你跟你的爱人之间的一种和谐还有美好。你在人际关系方面啊，你会跟你亲密的人紧紧的围绕在一起，你会感觉到你有很多的人呢跟你啊就是相知相惜，你会感觉到自己呢在众多朋友的身边跟周围是心里暖暖的，很快乐的。所以说圣杯3出现啊，11月份对于你来讲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月份，是一个让你觉得很舒心的月份，是一个能够在心里滋养你的好月份。OK， 这个是第3组牌的朋友啊，我们抽到的能量。好的。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来为第3组牌的朋友啊，抽取一下你们当下的能量和状态。让我们来看一下，连接一下。OK， 那么在过去的生活当中在你当下的一个情况里面有什么样子的状态，什么样子的事情 OK 你是觉得非常棒的，非常赞的，什么样子的能量呢？你可能会有一点需要指引，或者是你焦虑的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呢？哇，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状态好好哦。我们今天抽到是 abundance 这个是富足。这张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堂什么意思啊？有的时候吧，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要寻找机遇，我们要寻找自己适合的，我们要去在物质世界当中去建立自己的一个稳定基础。每一个人所寻求的这个机遇大不相同，每个人进入的领域大不相同。有的人进入的一个领域可能是竞争激烈，挑战很多，又或者是说很难的一个道路和方向。有的人呢所选择的却是一个
很多机遇，然后呢，做的人还很少，竞争还很小，然后又是自己喜欢的。那么这张牌的 abundance 在我连接的能量当中啊，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是决策者，你们是聪明的人，在你们的生活当中，你经常会做出非常正确的决定，来导向生活的富足，来导向生活的富裕感。可能在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生活当中啊，你是比较有眼光的、有眼力架的人，能够清楚的判断出哪里更加的容易走出一条路，哪里更加的能够为你容易的、快速的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成功和幸福。那么在工作当中、学业里面、感情生活当中，你都是一个非常会分析、准确做决定的一个有眼光的远见者。当下的生活，我看到你过得其实挺好的，无论外界的环境怎样，在你的小圈子里，你过得不错。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围绕你幸福的这个我们所谓的爱你的人，同时在你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在物质的层面啊，工作、学习，对吧？这个你研究的课题等等啊，我看到你非常的厉害，有众多的机会，有众多的这种我们所谓的条件吧，都满足于你。所以你想做什么，你能够快速的做成。你想去改变什么，你也有足够的资源、资金或者是条件来帮你实现这个心愿，达到你的目标。OK， 在你的当下的生活当中，有更多的是稳定和富足。比方说有这个有房子呀，有车子呀，或者是你有好的工作啊，无论是什么，总有一个点让你觉得是非常富足、非常满意的。那么在当下的这个状态当中，我觉得你有足够的多的好的能量可以拿来给别人做分享。所以你看，我们看到11月份啊，3个圣杯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小尾头其实给人的感觉一点都不可怕，更多的是一种恶作剧和玩乐，是那种比较开心的状态。11月份你的能量当中啊，有很多的人包围你，你也会走入人群，和大家欢乐欢聚在一起。OK， 我们看到是 abundance， 所以当下第3副牌的朋友啊，你们做得很好啊，你们做得很好，你们正在一条正确的道路当中，我觉得是开心富足的 ，OK， 充满机会的，充满丰盛的啊，在过着自己每一天的日子呢。好的，我们来看一下11月份具体啊，你的运势会怎样呢？感恩宇宙。我们来预测一下你的11月份啊，有什么样子的具体信息？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圣杯国王。权杖侍者。你的11月啊，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这边有一个吊人。这张牌挺有意思的，我听到的是你在等一个人呢，你在期待一件什么事情啊？你在等一个什么人？你在期待一个什么事情啊？来看一下最后一张牌。11月份你的运势啊。好，土元素3 ，OK。好，有一部分的朋友啊，我觉得在你的生活当下吧，怎么讲呢？我觉得大多数的能量其实都在指向着你过得还不错啊，生活当中其实还是很好的一个状态呢。非常的富足啊，你对自己的生活也是挺满意的，无论这个外界的环境怎样，你自己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挺好的。11月份的时候呢，我觉得你有一个期待，你在等待一个东西，你的心情啊，对于这个东西非常多的期许，然后你很想让这件事情，比方说，可以做成啊，或者是你很期待这个人啊，
比方说回应你什么样子的一种情感，回应你什么样子的一种关系吧。但是呢，我看到的是这样子啊，这个人跟你之间呢，可能存在一些比较我们所谓的时机的问题啊，时机的问题。那么我们当下的圣杯国王呢，告诉了我，在11月份啊，你心中对这个人充满期待，但是呢，可能在生活当中，你更多的会用一种比较偏理性的方式去面对以及处理你眼前的一些问题。在11月份的时候呢，也许这个人跟你之间会有一些连结，甚至是说这个人会有一些提议给你，但是我看到这些提议对于你而言，你觉得不够好。你所期待的一个连结，你所期待的一件事情啊，它其实是会有进展的。但是呢，这个进展以及它出现的这个能量啊，没有到达你心中最理想的那个高度。就比方讲，也许你很期待跟这个人能够好好的相处，或者是跟这个人建立起某种连结，但是这个人呢，在11月份给你的一些 offer， 或者是他的提议，让你觉得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就比方讲，你很希望这个人拿出100分的真心跟你合作，跟你连结，但是这个人可能会说，我觉得当下我只能付出50%。OK， 那么另外50%呢，他想把它以一种更加开放的、更加可以去选择的方式去选择吧。那么这样子的 offer 对于你来讲，就是有 offer， 但是不够好。那在工作当中，事业里面有同样如此啊。如果说这个人你跟他想进行深度的合作的话，那么这个人呢，他不是不愿意，他在11月份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提案，会有一些建议，但是这种提案跟建议呢，你可能觉得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他有所推进，但是没有到达一个完全符合你要求的一种感觉。那么这个人呢，在你生命当中，或者是这个事情在你生命当中，也许你期待已久，你很希望这件事情有所突破，可是呢，宇宙当下所展现出来的能量是在讲，那么11月份的时候呢，你有可能会看到的是，要么这件事情是值得等待的，要么这件事情可能会在浪费你的宝贵时间。很多朋友啊，在这边11月份处理这件事情的心态，是以理智的方式去等待，以理智的方式去看待，不给予过高的期待，但是心里还是有所期待。那么这个 offer 这个机遇出现的时候呢，也许没有到达你心中理想的高度，那么你呢，也不会说轻易的去接，你也不会轻易的就是说承诺你的付出，还有你能够给予的东西。最后一张牌呢是土元素3，这张牌是在讲啊，在11月份的时候呢，你会把能量更多的放在真正值得的人身上。当下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内心很富足，也许你们在等待一个人的真心，这个人的真心呢，是你所期待的，你所想等来的一个好消息。但是这个真心吧，它需要相对等的一种回应。你呢，已经 ready， 你呢，已经准备好，但对方可能还未曾。11月份的时候呢，这个人会给你一些我们所谓的讯息，给你一些他的想法，或者是他的一些看法。那么你呢会权衡，你会比较，你也会做出决定。但是我觉得你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是比较稳定的，不会太多的去感情用事，也不会太多的冲动。对于他给你的提议，他给你的消息，你会理智的判断。有一部分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个人给你的提议会让你觉得不够好，从而呢，你可能会不予理会。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可能对于这个消息，你觉得这个人不值得，所以呢，你可能会把你的能量啊，从等待和期待变为放到一边，重新回到真正跟你紧密相连的人身边，去跟他们连接，或者是说去建造一个更加稳定的生活基础。其实第3组牌的朋友，这个能量比较像是你跟某人的一个联系，有一部分的朋友呢是感情里的跟某人的一种连结，还有一部分朋友呢，我觉得是合作案是合作案。这个人跟你要合作的话，你们要签约，你们要履行一个合同，但是这个签约跟合同需要2个人首先在签约之前有很多的协商，有很多的沟通，有很多的对话，有很多的这个我们所谓的来来回回的这种 negotiation
OK， 那么11月份的时候呢，也许你们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在洽谈的过程当中，你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去看向细节，以及看向双方要履行的责任啊，我觉得是这样子的能量啊。但总体来讲，你的生活的稳定是没有任何变化的。我们看到了这个圣杯3，还看到了金币3，心情愉悦，工作稳定啊，或者是感情幸福。学业顺利，继续学习，继续去提升自己，继续去跟已经建立好的合作关系，我们所谓的继续去打造，继续去加强。好，看一下这个能量啊，11月份宇宙有什么样子的讯息，有什么样子值得你期待的？11月份你会过得如何？感恩宇宙。我们11月份呢抽到了一张蜘蛛牌，这张牌呢讲的是社区以及织网啊，这个能量跟我们刚才连接的很像啊，什么意思呢？11月份吧，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你有2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什么 ？Community 社区，我们看到的圣杯3，我们看到的土元素3，都是在讲社区，你会跟你喜欢的朋友啊、家人啊。包括这个孩子、恋人啊，这个就是你们已经拥有的这个很好的圈子，跟他们进一步的连接，进一步的去跟他们增进感情，跟他们出去玩呐，跟他们出去这个参加活动啊，或者是说你们好多人一起进一步的去合作啊，已经拥有的这个合同和项目啊，大家进一步的去把这个事情做好啊，进一步的去开会呀，去连接啊，去讨论呐，这个都是社区能量。这个社区是已经建立起来的社区，11月份的时候进一步的跟他们去深度合作。第二个能量就是织网，织网是什么意思啊？我觉得你在等待一件事情啊，你在等待一件事情的进展，或者是说你在通过一个织网的方式，它不是一个直接从 A 点到 B 点，而是通过迂回，来来回回的协商，来来回回的这种我提个意见，然后呢，对方也提个意见，我再提出一个想法，对方呢又说他要怎么样，就这种来来回回的去协商，最后把这个网织得很大，织得很密。那么最终你们一定会获得这个网织起来就是为了捕猎嘛。那么最后的这个目标和结果会在11月份的这个织网的这个周期和过程当中，越来越逼近你想要的理想答案。在这里，有些朋友所织的这个网，也许是感情里的你在感情当中跟这个人我觉得是有一个目标，你们在用你们的方式两个人在一点一点的往前走，一点一点的在迈进。有些朋友呢织的这个网是跟某人的合作，可能是商务合作，可能是这个学务里面学术合作这个合作呢是一个非常深度的合作，而合作的它的这个结果是互利共赢，是2个人最后都能够达成心愿，2个人最后呢都能够得到一种成长，或者是2个人最后都能得到一种共同的利益。那么这个网要怎么编？这个最后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利益要怎么样去分别，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它很大，它很长，所以具体的细节需要慢慢的来。而11月份，我觉得很多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一边期待，一边去改善，一边在等待，一边在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个样子的过程里，所以时间出现在11月份你们要有耐心，静下心，一点一点的去通过织网的方式，最后达成所愿，捕得你心中的猎物和目标。吊人时间牌。所以说11月份对于第3组牌的朋友来讲，生活大的方面是非常好的，你再更进一步的去加深合作。但是呢，另外一部分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还没有显化完成的这样子的一部分能量，会在11月份的时候慢慢的进行。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结果出现，也不要担心，也不要着急，因为显化的过程它是在不断变化的。能量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是说显化的那一瞬间，我们才能用眼睛看见。所以这张牌呢，也是在进一步的我觉得是肯定吧，
作为第3组牌的朋友来讲啊，就是不要放弃自己的目标，不要放弃编织这张又大又深的网。你们的网编得越好，那么你们的这个捕猎的这个能力就会越强。你们在11月份越能够扎实的、用心的不乱阵脚的去编织这张大网，那么这个所谓的目标和结果也将越发的靠近这个所谓的最终的显化。所以说这个蜘蛛你们是织网的人，你们是布局的人，你们要知道自己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有效果的，你们要相信这个事情。蜘蛛牌。好，现在呢我们来对应一下我们现在呢来具体的看一下，看看工作当中11月份你的运势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对应在工作里OK。好，工作当中宝剑6的一个逆位工作当中的事情呢是这样子的，有些朋友呢可能在就是有一些有点乱的这样子状态当中去度过这个难关。这个难关其实也不是难关，也许到了年底工作当中有一些事情是比较乱的，是比较杂的，你们需要去从一个项目当中过渡到另外一个项目当中，又或者是说到了年底有一些总结的事情要去做。所以说年底的时候到了11月份，你的工作运势当中呢，你需要慢慢的来，有的时候不要去急。在工作当中11月份呢，可能需要你稳定一点点了。如果有些朋友在这个工作当中，你想快速的离开一个环境，你想快速的离开一个项目，你想快速的结束某一个，比方说工作的话 OK， 那么11月份你需要给自己更多的耐心，因为有些事情它不能够立刻马上就出现，也不可能立刻马上就发生变化。11月份的时候呢，宇宙说你要活在当下，你要工作在当下。有些事情当你去织这个网就像这个织网，也许有的时候你看不到这个事情突然的变化，也许有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让这个事情一下子就发生逆转，可是你要知道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它都是对这个我们所谓的逆转或者是突破是有帮助的。11月份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会在一个比较静止的状态当中去行动，或者是说去做一些改变。也就是说你们做的这些事情或者是你们继续在做的这些事情，可能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事实上却在不断的把你向前推进。在你去探寻下一个阶段之前，你需要先把手头的事情做完美做好了。11月份的时候呢，在工作当中会比较建议大家慢下来，静下来，稳下来。时间在11月份的时候并不是一个突破期，而是一个沉浸在这个地方，停在这个地方的能量支点。你需要在当下的这个阶段，在当下的这个状态，或者是在当下的这个项目里继续去发现查漏补缺，把能做的事情做得更好，把还没有做好的事情补足，这样子的一种心态，不求冒进 OK， 也不想着立刻马上去突破，那么这样子的心态能够帮助你在11月份工作当中获得成功。你的稳定的能量，你的稳定的心态，以及一步一个脚印的办事能力，能够得到你的上级领导、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这个老板的赞许。所以11月份呢，在工作当中不建议大家去做太大的尝试和改变，你的变化的能量已经在蓄积了，但11月份更加适合去织网，而不是去捕猎，而不是说做一个巨大的改变和尝试。你需要在当下的工作环境、当下的工作机遇、当下的工作项目当中去做好你的工作。OK， 这个是工作当中的。所以工作当中呢，不建议大家在这个11月份做一些大的调整，或者是你在这个方向方面做一些大的改变。
那么这个改变啊，我觉得应该是在晚一点的时候会出现在你的面前。那么等这个能量到达以后，你就能够快速的、顺利的通关成功，好不好？这个是工作当中。好，看一下感情里啊，我们来看一下感情里呢，我们看到的是一张愚人牌啊，感情里看到是一张愚人牌。我们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主牌呢是圣杯3。那么在感情里啊，其实呢，11月份的时候吧，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什么意思啊？感情里是这样，首先11月份的时候呢，大家会有很多的邀约，恭喜啊，喜欢玩的朋友。11月份的时候呢，你的这个生活里啊，也会有很多的活动。正好呢，我们今天看的11月份啊，又会经历这个10月31号的万圣节。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里面吧，其实从10月底到11月份，可能会有一些派对狂欢等着你，等着你去参加，等着你去开心，等着你去放飞自我一下啊。工作当中呢，可能还需要你再稳定一下，但是呢，在你的感情生活里，在你的业余课外生活当中，就比较放松了。你可以去做一些大胆的尝试，你可以去感受一些新的朋友、新的社团、新的这个团队、新的派对、新的俱乐部，能够带给你的这种情感当中的呀、思想当中的呀一种尝试或者是兴奋。在感情当中呢，你可以去选择自己想走的方向，你可以去尝试自己一直想去尝试的从未做过的一些事情。那么在这个情感当中，我觉得你的这种大胆和这种尝新的能量会让你感受到甜蜜以及这种快乐。那么如果当下呢已经有稳定感情关系的朋友啊，我觉得你在跟某人的关系呢，在11月份的时候呢，我觉得你跟他的关系会比较的和谐，你们也会感受到两个人在一起的这个小日子会过得比较的舒心，会过得比较的甜蜜。而且呢，在11月份的时候，也有可能你们的感情会有进一步的加深，有进一步的去提升，又或者是说两个人的感情生活迎来一个新的契机。在这边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在这个感情里面，可能会跟你的伴侣，会跟你的恋人有进一步的尝试。你们也许在感情生活当中会有一个新的规划，对于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可能会有新的认识，又或者是看到两个人的情感这个进一步的发展，它的潜力、它的空间，以及你们两个人想去共同一起探寻，比方说新的一种可能。那么如果是单身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单身的朋友呢，11月份你们的能量是比较有这种大胆尝试或者是说很多的跟不同的人去连接的这种契机。因为11月份的时候呢，可能你们的活动比较多你们的这个心情也会比较的好。除了工作当中呢继续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以外，那么在感情当中，也许你们想去做更多的尝试。所以单身的朋友11月份的时候，如果你想出去玩你想去尝试认识新的人那么这个能量运势当中是有助于你的。同时呢，在11月份的时候单身的朋友，你们要注意这个什么闪婚突然跟某人有这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或者是突然跟某个人的关系发展的很快速这样子的一些能量如果这是你想去探寻的，那么当然它是可以的。如果你对这种突然的闪婚的突然连接在一起的能量是比较保守的话，那么在11月份的时候呢，你们要小心自己的冲动免得你做了决定以后最后又后悔所以这个能量就看你们自己了，怎么样去把握这个运势里的契机。好，我们第3张牌呢来抽一下这个学业第3张牌我们来看一下学业相关。学业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命运之轮的逆位，然后呢是金币6的一个逆位。这两个能量是这样子的这两个能量呢，就是在这个学习当中的朋友可能要跟大家提一个小小的建议了。因为这个牌呢是在讲，如果当下有学业在身边的朋友11月份的时候呢，你们要特别的注意什么呢？注意的是你前一段时间，如果你学的不多，你前一段时间在学业当中花的时间不够足，前一段时间本来有的功课课业或者是这个作业你没有完成，或者是你没有及时的去做完的话，
11月份的时候小心突然的检查。11月份如果有考试的话，你也要小心了，因为呢，在这个能量当中啊，就是在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你想通过这种运势，或者是突然的去一下子去学很多，然后呢去应试的话，这个能量未必行得通未必行得通。因为宇宙是在讲这个学业当中你需要去努力，你需要去认真的付出，你要去耕耘，才能最后收割这个成果，才能最后呢得到好的成绩。如果前一段时间该学的地方你没有学该去读书的时候，上课的时候你出去玩了，打个比方那么这个11月份你一定要把时间花到学业当中来，因为有可能呢到了11月份这个你想突击，或者是你想一晚上把功课做完，这样子的事情呢未必能够让你得到你想看到的成绩。宇宙在这个地方呢给你做一个小小的提点，就是把之前没有学的东西，把之前没有做完的作业要赶快补起来了。OK， 有课业在身的朋友，在上学的朋友11月份的时候呢，各个方面我看到都不错，但是呢，这个学业当中有些事情呢是没有办法一夜或者是一瞬间就拿到你要学的知识，你需要花时间，你需要做功课，你要做研究，你要做调查。所以11月份的时候呢，在功课方面你们一定要注意，就是你付出多少，你才能得到多少。如果你想走捷径，或者是你想去靠运气的话，这个运气可能没有办法去帮你没有办法靠运气帮你拿到成绩单。所以呢，读书的朋友你们要自己努力了。但是呢，换一个角度，如果你功课当中前段时间做得很好，然后呢该学的你也学了，该做的你也做了，宇宙说11月份的时候呢，你就不用担心你就不用担心了。这两张牌呢是在给前一段时间如果是学业当中比较放松的朋友一个小小的警惕小心一下，一定要学起来，一定要把功课做起来，一定要把作业补起来，那么对于这个考试你才能够拿到好的成绩，好不好？这个是两张牌。OK， 最后呢我们来听一下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补充讯息，或者是补充的能量好的，我们这边抽到的是一个 Emperor， 然后呢这个 Emperor 是一个逆位的这张牌是这样子的这张牌呢我听到的是打破一个计划，或者是打破一个规律。有些朋友也许在你生活的当下你的这个富足感很强，你的机遇感你的机遇或者是你的机会也是比较丰富的，在生活当中你的资源也是比较饱满的。那么在11月份呢，宇宙说也许你想打破一个规律，你想打破一些计划，你想打破一个常规，又或者是打破某个人对你的束缚。那么宇宙在讲11月份的时候呢，你可以做这件事情。就像我刚才看到，也许你心心念念期待这个人对你好，也许你心心念念期待这个人给你一种回应，或者是你非常期待这个人能够真心换真心。但是如果这个人呢，他没有办法所谓的立刻马上给出这个回应，把你们的关系，把你们的合作推上一个更高的地方，那么你就需要去改变一些计划。The Emperor 是在讲究竟谁听谁的，是你听我更多，还是我听你更多？那么这个 Emperor 就是在讲你原本的这个规律，你原本的这个计划，你原本的这个节奏，也许在11月份的时候你会自己去打破它。有的时候与其听别人的，不如听自己的对于有些事情你把这个所谓的结果放到他的手中去听他告诉你会怎样，不如有的时候我们主动一点，我们勇敢一点，让自己成为这个制造规则的人，让自己成为两个人关系命脉的把握者，对吧？如果这个人他没有办法去回应你，他不能给你你想要的东西，那么是不是要去考虑一下选择新的目标？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选择更多的机会呢？毕竟当下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运势和能量当中机会是很多的。如果这个人没有办法他立刻马上回应给你你的真心无论这个真心是在生活的哪一个方面，那么宇宙在讲其实你可以去打破你原本的计划，寻找新的可能的对象，寻找新的机遇。OK， 作为这个后备的方案也好，还是说作为一个
另外一个选择也好，你可以去考虑啊，你可以去考虑这个人，也许他等待一段时间会给出很好的回应，但是呢，在这个等待期，你也可以去打破你原来的一种想法，原来的一个设限。OK， 当下的这个 abundance 的能量是可以让你做成这件事情的，好不好？这个是一个补充信息啊，那么大家去对应一下。生活里如果有某一件事情，你觉得被这个人的想法，被这个人的观点，或者是被某一件事情所束缚了，你现在前进的一个方向的话，那么你可以尝试在11月份的时候，通过你本来已有的富足能量，去寻找新的可能，去寻找更多的机会，来帮助你做准确的判断，究竟是继续我们所谓等待这个结果的到来，还是说去选择另外一条方向呢？这个是宇宙给出的补足讯息，好不好？不要被别人压住了，不要去盲目的相信权威，也许你就是权威呢。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张牌，我们又回到这一副牌里面啊，我们要来听一听看，那么11月份宇宙有什么样子的话语想要对第3副牌的朋友来讲？我们来连接一下，11月份宇宙有什么话想对你说？感恩宇宙。好，我们11月份宇宙呢送给第3组牌的朋友一个背包，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牌讲的是什么这张牌讲的是轻装上阵，对吧？我们要轻装的上阵，背好我们的行囊，开开心心的，我们要去打开这条开放的道路意思就是讲这个路是开放的，我们要去走起来，我们要背上这个行囊行动起来，健康的、自由的世界就在我的眼前。这张牌呢，跟我们今天抽到的这张 abundance 有这种相对等的感觉。宇宙呢想对第3组牌的朋友来讲，就是说你当下的能量运势里面有你需要所有的一切，都在宇宙为你准备的这个背包和行囊里。你需要做的就是背起这个行囊，它可能是你的资源，可能是你的好朋友对你的关心，对你的支持，也有可能是父母给你的一种支持，对吧？也有可能是你当前的这个物质基础，还有你过去的生活经验，把这一切都打包放在你的背包里面。你现在呢有整个世界在你的眼前，等待着你去探寻，等待着你去行走和发现。那么你要做的就是打开这第一步，继续走下去，继续开心的、健康的、自由的生活在其中。你将发现宇宙为你准备的前方的道路是美妙的，是精彩的，是富足的，是快乐的。你将遇到你心中想去遇见的所有。所以呢，这个背包送给第3副牌的朋友，希望呢11月份对于你来讲是一个开心幸福的月份。希望在11月份你们可以织出自己的网，走出自己的路。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提前的祝福第3副牌的朋友，祝你们11月份过得开心，祝你们万圣节快乐。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